据环球网25日消息，塔利班的代表团在喀布尔会见了中国驻阿大使一行，并且在会见后，当即由塔利班驻喀塔尔办事处的发言人穆罕默德·纳伊姆发出了推特，并且直接表明双方从当前局势到中国大使馆的安全、外交官安全，最后甚至谈及双边关系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等等问题。从这则新闻中，我们能够看到2点：其一，塔利班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，并且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帮助，所以在会谈上，双方谈到了会保证中国大使馆的安全以及外交官的人身安全，甚至还谈到了双边关系以及人道主义救援。其二，塔利班在表达自己和中国大使相谈甚欢，毕竟就在前2天，美国中情局局长千里迢迢地跑到喀布尔，秘密邀塔利班谈判，结果双方不欢而散。虽然不欢而散是猜测，但是从种种迹象上来看，谈判肯定是没成的。当然，除非塔利班和美国都是奥斯卡影帝，做戏给大家看。说实话，阿塔在历史上的崛起过程中，虽然很大概率应该是有一部分美国人的手笔，但是显然这件事并不能让美国在塔利班这里获得更多的便利，毕竟那都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了。从美国这近20年的时间，几乎是压制塔利班不得动弹的主力来看，美国和塔利班不欢而散其实很正常。不过必须要说的是，这次塔利班和美中情局长秘密见面后，转头却见了中国大使，就有点意思了。要知道，塔利班这次明确表达了会见中国很顺利的态度，和对美国直接下达8月31日必须全面撤军完成的最后通牒相比，两者态度简直是高下立见。而且此前塔利班的对外发言人扎比乌拉·穆贾希德也公开声明，塔利班非常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，寻求经济合作以及更为友好的关系。从这种种迹象上来看，塔利班这就是在扯虎皮谋大旗。要知道，在看似塔利班更为强势的情况下，美国如果插手反塔利班力量，对于塔利班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威胁。所以塔利班这明摆着是要用中国来压制美国，顺便借助中国来树立自己在国内的威望。毕竟怎么说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除了在有西方媒体抹黑的地方外，其他地方中国的名声还是很好的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塔利班也是很会打算盘的。对此，诸位朋友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据中国新闻网在8月25日的消息显示，在前一天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，中国在联合国火力全开，要求必须追究美军、英军、澳大利亚军队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在中东，尤其是阿富汗肆意杀害平民、侵犯人权的问题。域外国家以军事干涉的方式，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无家可归，这样无比深重的灾难必须得以公正处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以往备受西方指摘、被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的古巴、委内瑞拉、伊朗等国，也纷纷响应中国提案，均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在中东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，却给中东带来了混乱、死亡和毁灭，这当属反人类罪。有观察人士认为，当前全球舆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所主导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舆论来说其实相当恶毒。长期以来，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造谣、污蔑，在有心人的引导下，让很多人信以为真。即便中国反驳，也因为舆论话语权被西方掌控，动辄封号禁言，让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处理上十分被动。网上一直有一个很经典的话：闭嘴，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。如今，中国在联合国火力全开，通过舆论方式讨伐这些帝国主义，本身就是发挥着自身的国际影响力，戳破西方集团的丑恶嘴脸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带动曾经被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为正义说话，同时坚持自己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策略，也是实实在在的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。而且长期以来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各类公开场合演戏，举着人权旗帜，干着反人类的事情。尽管舆论上西方有着优势，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，消息的流通不再像以前一样随时被西方媒体控制，越来越多真实消息的流传，西方国家的丑闻不断被曝光。在长期人权光环下照耀的西方国家，终有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谎言反噬的一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的这一次溃败，可以说给了中国一个天赐良机。全球人都看清了美国自私自利的本质，对于美国过去强大霸权阴影下残喘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，将是一次全新的认识。中国能在这个阶段主动站出来，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一方，对美国穷追猛打，为那些小国家说话，对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来说，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。在8月24号，日本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对外报道称，中美贸易对抗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渐走向了全面竞争。
多个领域间的相互渗透，让外界看到了两个大国间的综合国力之深厚。双方为了确保自身的技术优势，对自身顶级科学技术的维护和发展，让外界感到震撼。而如今，中美迎来了2个首次。据朝日新闻援引统计数据《科学技术指标2021》的报告，中国在今年第一次实现了顶级科学论文数量上的完全超越，首次登顶。从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，一共贡献了超过30.5万篇顶级科学论文，而美国则为28.1万篇。这也意味着，在国际顶级的科学论文数量上，美国首次跌下顶级科技神坛。当然，可能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就要强行抬杠，觉得中国光有数量不行，没有美国的论文有质量。那么接下来的一组数据可以很直白地说明问题。据统计报告显示，在论文被引用次数的排名中，有 19.9% 的顶级科技论文来自于中国，名列第一，而美国在这一领域则为 18.3%。可以说，中国成功打破了美国长期霸占的科学领导地位。日媒在报道中也承认，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，中国科学技术迎来井喷，从展示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嫦娥5号登月、火星探测项目成功，再到中国独立建造国际空间站，可以说顶尖科技霸主美国也在近年的对比中显得黯然失色。我们知道，在近段时间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，日本对美国可谓忠心耿耿，在组建对华军事同盟中出力不小。然而在面对中美综合国力发展的转折点时，现实也让日美颇感迷茫。朝日新闻在报道中就援引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消息，日本在全球顶级科学论文中的排名中已经跌落到第10名，堪堪和印度相当。日本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，仅仅发表3787篇顶级科学论文，对比中国连1%都不到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日媒还酸溜溜地表示，这一现象主要是日本在近年财政下滑，大幅减少了在科研上的投入，而且日本博士生的数量也在大幅下降，而中国每年投入超过3万亿的研发资金，投入成本是日本的3倍，这就很说明问题了。最近这几年，中国航天迎来丰收期，嫦娥5号月球采样返回，北斗全面建成，天问1号登陆火星，3名航天员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。此外，还有频繁的遥感、高分卫星等发射任务。而在前不久，中国刚公布一则重磅消息，中国即将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利器 ，NASA 局长瞬间变脸。前几天，央视军事报道称，我国正在攻关的 JF-22 超高速风洞预计2022年建成。一般这种消息都是见得8九不离十才官宣的。据悉 ，JF-22 能够创造40到100公里高空，时速高达10公里每秒。相当于近30倍声速的飞行条件。目前国际上最大、整体性能最先进的激波风洞是我国的 JF-12，而 JF-22 风洞实验能力是 JF-12的10倍。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贵曾表示，完全能做到领先西方20到30年的技术优势，这将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独一份的超级大国重器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将是我国研制新一代飞行器的摇篮。在军事方面，这对我国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武器起到关键作用，同时也是下一代战机的研制关键。在航天方面 ，JF-22 风洞的目标是助力天地往返系统。如果建成，将可以把卫星和航天器发射费用减掉 90%， 这是很多航天大国梦寐以求的技术。而在我们公布不久后，在25号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突然表态，中美展开太空竞赛很不幸，希望中国能成为 NASA 的合作伙伴。他还声称，中国可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，毕竟中国在民用太空项目上非常保密。论保密，能比得过美国吗？美国甚至专门出台了沃尔夫条款，禁止美国机构和中国航天展开合作。而尼尔森曾热衷于支持沃尔夫条款永久化，他还曾发表多次强硬表态，声称中国挑战美国太空领导地位，必须时刻紧盯中国。而尼尔森态度突然转变，一定程度上和空间站也有关系。在美国的太空封杀令下，中国航天员从未进入国际空间站。现在中国3名航天员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，然而国际空间站却日落西山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参与中国空间站项目，除了美国。尼尔森建议延长国际空间站退役时间，并且希望中国像俄罗斯那样，即使作为军事对手，也能在航天合作。但中俄经历不一样，美国一直对中国太空技术封锁，拒绝分享技术，拒绝中国航天专家赴美开会的签证，这样还谈何合作？无非是对美国有利才会提合作，而且还是一如既往的居高临下，既要坏事做绝，又想好处占尽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